今日，光耀医药集团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。在姜光耀董事长的带领下，光耀集团已成为大夏医药巨头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是因为我的母亲姜丽芬。她是个普通的农民，是她卖血供我上了大学。我曾发誓，这辈子一定要让她做全天下最幸福的母亲。多么的美丽，全国人民眼中有见识。儿子啊，妈到医院了。妈，我这边有个会暂时走不开，您的冠心病可不能马虎。我已经给院长小王打过招呼，安排了咱医院最好的病房。等我开完会，立刻去照顾您。到时候我把您未来儿媳妇一块带去，让您过过眼。好，妈怎么会不喜欢你选的媳妇儿呢？只要她是个善良本分的好孩子，妈一定支持。妈连户口本都带来了，等出了院你就拿去登记。妈，谢谢您，我和然然一定会好好尽孝，让您抱上大胖孙子。夫人好，在前面给我开路。我妈今天预约了最好的特级病房，公结本事业，我可不想碰到那些身上不知道带着什么病菌的。闺女，这特级病房一天得几十万，咱真住得起吗？妈，你怕什么？姐夫可是光耀集团董事长，整个大夏的医药业都是他的，几十万算个什么？可不是嘛，光耀已经答应给我上亿彩礼，给小舅安排总经理，连房产都得加我的名字。他是个大孝子，最喜欢我这种孝顺的女孩。他刚打电话说了，开完会就带我去见他那个乡下老妈，拿户口领证。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姜家少奶奶了。那感情好，咱现在就去特级病房享受享受。不长眼吗？给我让开！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这里是医院，你们横冲直撞想干什么？知道这里是医院，就该让这些又脏又臭的臭离我们远点儿。算了，小王，我不打紧，让他们就是了。王院长，看一下陈慧来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敢来光耀看病了，没钱治什么病？就该把他们全扫地出门。去，给我妈安排一间特级病房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院唯一的特级病房已经安排给刚才那位阿姨了。你没搞错吧？这病房我早就预约了。住院手续是院长亲自办的，不会有错。小小一个院长，竟敢把我给我妈预约的病房转让给别人，找死！走，跟我去把病房抢回来。谁让你坐这儿的？给我滚下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敢在这里撒野？该问的是我们。你个胆子够大的，竟敢霸占我妈的病房！马上给我出去！就是，难道不知道这间特级病房我们早就预定了吗？你们预定了，简直一派胡言！这间特级病房一直空着，根本没人预约。没预约，小舅，我出门前不是让你去给我妈预约病房吗？姐，我绝对预定了，肯定是这个破医院看着老太婆可怜，私自把咱们的病房给这他们医院黑箱操作。好啊，我说一个怎么能住进特级病房？原来是你们在这中饱私囊。今天这间病房我抢定了，简直不可理喻！这里是医院，由不得你们胡来！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们轰出去！把我们轰出去？你个小小的破院长，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我女儿是谁吗？听好了，我姐可是光耀集团董事长姜光耀的老婆，敢把我们赶出医院，我看你这院长是不想干了。光耀的老婆，你就是陈然然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不管你怎么知道的，你这个乡巴佬也敢对我直呼其名，你找死啊！然然，你也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先别生气。今天这事儿我看就是个误会。误会你了吗？
老娘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臭老太婆来指指点点？放开他！你给我老实点儿！敢把几10万一天的病房私自给这么个脏兮兮的老东西，等我姐成了董事长夫人，第一个开除你！都别吵了，都吵了，不就是一个病房？这个病房我不住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想要我给你们，我换一间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个穷鬼身上那么臭，把床都做脏了，你让我妈还怎么做？老太太她是重度冠心病人，你快住手，这会出人命的！她要是出了一点问题，你们全都得后悔。后悔？我可是江光耀的未婚妻，我看这个小小的医院，谁能让我后悔？就你还想叫人来帮忙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种人，今天叫天王老子来都没用。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给我妈跪下磕头赔罪，然后让这个破医院的人把这里所有的东西全给我换成全新的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！过分又怎么样？我老公是光耀集团的董事长，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！我儿子绝不会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！你这个老太婆在放什么狗屁？就你那个穷鬼儿子也配娶我？你耳朵聋了吗？老娘可是江光瑶的老婆！说你是江光瑶老婆，那你知道她是谁吗？我倒真想知道这个老太婆有什么背景。她就是江光耀董事长的亲生母亲。我妈江丽芬在哪间病房？董事长，老夫人在5楼特级病房。你要笑死我了！就凭这个浑身发臭的死穷鬼，也配当我老公的母亲？她就是董事长亲妈。呸！我老公可是身价1万亿的首富，他的母亲怎么可能是这农村老太婆？老东西，你想碰瓷也装得像一点。不信，你自己给董事长打电话对质。打就打，我倒要让我老公看看你们是怎么合伙欺负我，我还要让他把你们全开除。老公，然然，我已经到医院5楼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就在病房等我，我马上带你去见我妈。真的吗，老公？太好了！老公，没事啦，就是个抢病房的，无赖穷鬼犯病了，还在地上撒泼呢。还有这种无耻的人，然然你躲远点，别伤着你。快准备好，见了我妈，咱就拿户口本去领证。老公，我等你哦。听见了吗，老东西？我马上就要去领证了。在江光耀心里，我永远是那个最善良、最孝顺的完美老婆。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。他会知道的，因为我就是江光耀的亲生母亲。你装
也装得像一点。这户主明明叫赵大山，我老公姓姜，你这老疯子真把我当傻子吗？不要动他！光耀虽然把户口迁出去了，但这本老户口父亲的名字，这是领证必须带给祖宗看的念想，还给我！是吗？唯一念想？那我今天就偏要让你连个念想都留不住！不要！你不是要拿户口请证吗？死了他这一夜就永远补不回来了，你会后悔的！能让我冉冉哪怕后悔1秒钟的人，还没出生呢！药，给我药！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现在想要药了？做梦！光耀，妈怕是见不到你了。没呼吸了，老夫人没呼吸了，快来人啊！啊，是你吗？谁在里面？是。光耀来了，快，赶紧把这2个老东西给我弄起来，千万不能让他看见。谁敢发出一点声音，老娘现在就活拔了他的舌头！谁敢动我妈？老公，你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？这里除了我和我妈，哪有别人呀？然然，怎么在这间病房里的？是你们？这间病房就是我给我妈提前预定的特级病房啊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你说这是你预定的，瞬间实行前，可是前台护士明明亲口告诉我，我妈姜丽芬就住在这间病房。不可能啊，老公！要是婆婆来过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是啊，光耀，我们一家人一直都在病房里，亲家母绝对没来过。我想起来了，老公，除了我妈，今天也就只有一个不知好歹想强抢我妈病房的死老太婆来过这儿。死老太婆，看来是前台护士搞错了，以为我是在找伯母的病房。给我老实点，敢发出一丁点声音，老子现在就弄死你！都怪我平时太忙，没时间陪我妈，搞得连护士都不认识她。既然婆婆也来医院看病了，那我这个当儿媳的必须得好好表现。老公，你先陪我去买点最贵的补品，咱们一块去探望婆婆好不好？也好，冉冉真是有心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这个袋子不是我妈贴身带的吗？董事长，护士，可能我刚才问的不对，我不是想问我岳母的病房，我是想问我妈姜丽芬女士的病房到底是哪一间？没弄错啊，董事长，姜丽芬女士不就安排在5楼唯一的那间特级病房吗？哦，女婿，你说这个袋子啊，这个袋子是我的，我们村里人都喜欢用这种编织袋，难道亲家母她也用这种？没想到亲家母身为万亿总裁的母亲，竟然也这么朴实啊！是啊，没想到伯母你也这么朴实。您和我妈倒是挺像的，等回头见了我妈，她肯定有很多话能和您聊到一块去。那可太好了，妈，光耀都说你和婆婆聊得来了，不如您现在就和我们一块去见婆婆吧。也好，那我现在就给我妈打个电话，问问她到底在哪间病房。光耀，
乡巴佬敢得罪我们陈家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你。竟然没人接！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然然，那床帘后面是不是藏了人？我刚才明明听见里面有手机在响。哎呦，光耀啊，你看我这记性，肯定是我刚才把手机落在里面那张病床上了。我去拿，你们别管我，赶紧去找亲家母吧。对，老公，咱们赶紧走吧。我这个当儿媳的可千万不能让婆婆等急了呀。不对，我刚才明明听见里面有极其痛苦的挣扎声。怎么会呢，老公？里面只有我妈在拿手机，肯定是你听错产生错觉了。咱们还是赶紧去找婆婆吧。我的心脏好痛！我的心脏好痛！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老公，救命啊！我妈心脏病突发了，心脏骤停，别乱动她，我马上叫医生。该死！呼叫系统怎么坏了？来人！特级病房抢救！立刻把最近的除颤器给我推过来！你是不是不长眼？我们一家人刚刚就是从特级病房出来的，里面根本没有我婆婆。亲家母要是想住，怎么可能不通知我们？可是老夫人的住院手续是王院长亲自办的，电脑里根本没来得及录入啊。如果特级病房真的被陈小姐预定了，那老夫人可能是被临时安排到别的病房了。然然，你确定你们在病房里真的连我妈的影子都没看到？绝对没有，老公，我敢发誓，我连婆婆的面都没见过。老公，这医院人多眼杂的，婆婆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呀？你快给她打个电话试试。关机了，关机了！我妈从来不会关机的，立刻通知保卫科封锁大门，让全医院的人都去给我找，一定要找到我妈。谁要是敢伤她一根头发，江光义发誓一定要她全家死无葬身之地。老家伙，你接着装啊！怎么不继续装了？你不是狂妄的说自己是江光耀他妈吗？现在我姐已经去外面对付她那个真正的有钱婆婆了。你这个老骗子，今天就算死在这儿，都没人会管你。小舅，江光耀疯了，他下令封锁了全医院的大门和监控室，保安正在一层层往上搜，你赶紧带你的人从消防通道溜出来，去地下车库跟我会合，动作快！不好，快走！趁保安还没搜到这层，走消防梯。来人啊！快来人救命啊！怎么还没找到？我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？老公，你别太担心了，我已经让小舅带所有人去翻遍整个医院了，就算把地皮刮得3尺，我也一定把婆婆平平安安的找回来。是啊，女婿，然然刚才急得都快哭了。他可是把你妈看得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呢。等结了婚，他绝对是个24孝好儿媳。
然然，谢谢你。只要能找到我妈，不管是谁伤了她，我都要把她千刀万剐！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妈！妈，我在这儿，您快告诉我，您身上的伤到底是谁弄的？陈然然，我要让你在最得意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。光耀，当时太乱了，妈没看清。没看清没关系，就算把南城翻个底朝天，我也一定把这群畜生揪出来碎尸万段。光耀，这件事你先不要查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妈的仇，妈自己心里有数。妈，陈然然呢？你不是说要娶她吗？怎么没带她进来见见妈？冉冉和她家人都在门外候着呢，她急得都快哭了。我怕他们打扰您休息，就没让进。您要是想见，我立刻叫她进来。您还不会能trả钱吗？您要是想见，我立刻叫她进来。不用，妈现在不想见他们。等过几天妈出院了，你办一场家宴，把你那位未婚妻带上。妈要在全城人面前好好的认识认识她。陈然然呢？你不是说要娶她吗？怎么不带她进来见见妈？冉冉和她家人都在门外候着呢，我怕他们打扰您休息，就没让他们进来。妈，您要是现在想见她，我立刻就让她进来。我本以为陈冉冉是个孝女，没想到竟然能恶毒到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。这种畜生根本没有资格躺进我江家的大门。好，妈，等您身体恢复了，我一定带您堂堂正正的去见儿媳妇。但是您必须先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把您伤成了这个样子？光耀，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，妈的仇，妈自己能处理。好，我听您的。但如果您处理不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敢伤害我妈的人，我绝对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光耀啊，这间特级病房不是早就被陈然然一家人给预定了吗？妈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，哪能和您比？您伤得这么重，这间特级病房除了您谁都不配住。光耀啊，你就不怕你那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心里有意见？她如果连孝敬您都做不到，敢对您的事有半点意见，这个婚她也就别结了。好，妈这辈子总算没白养你。妈，在我心里，您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光耀的心思还是太单纯了，怪不得陈然然那种虚伪到了极点的毒舌能把她骗得团团转。这种毫无底线的恶毒女人，绝不能让她踏进我江家半步。既然儿子看不清她的真面目，那我这个当妈的就得帮她把毒瘤给弯了。那就由我这个当妈的亲手扒下她那层虚伪的画皮。妈，这几天您什么都别想，就在这里好好休养。天大的事都有儿子给您顶着。光耀，等妈出院了，你就办一场家宴吧，让妈正式见见你这位未来儿媳。好，太好了！妈，我之前忙着集团上市，没照顾好您。等这次家宴，我一定要大办特办。我要在那天向全城所有人郑重宣布，您就是生我养我，把我培养成才的最伟大的母亲。陈然然，既然你们一家人作恶多端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家宴那天，
我要让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畜生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一无所无！乐邪，光耀，婆婆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她老人家没事了吧？抢救过来了，病情已经稳定了。不过我妈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不想见任何人。这段时间，你们就别去打扰她了。可是光耀，人家还想当面好好伺候婆婆，让她早点同意我们的婚事呢。放心吧，我妈特意交代了，等她身体好转，让我专门筹办一场盛大的家宴，把你带上。然州，到时候她要好好的看看你。那真是太好了！那真是太好了！我一定会好好准备，绝对给婆婆留一个最完美的印象。老夫人，董事长还有个重要的高层会议，开完就会立刻赶来。这些保镖都是练家子，是董事长特意安排在您身边保护您的。老夫人，这是您让我找回来的户口本碎片。陈然然，我们家宴见。老夫人，碎片我已经全找齐了，但是被撕毁的太严重，彻底没法修复了。小王，你是个有骨气的好孩子，只要今天这场戏你配合我演好，我保证让光耀提拔你做集团副总，好好干。我们江家绝不会亏待有责任心的人。老夫人，您的知遇之恩，我没齿难忘。我就带着人在外面候着，您只要一句话，我立刻带人冲进去。哎呦，夫人您今天真是艳压群芳，又美又孝顺，董事长能娶到您，简直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那还用说，我女儿可是金凤凰，嫁给江光耀，那都是他江家高攀了。好了妈，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只要一会儿我把婆婆哄高兴了，让她点头认下我这个儿媳妇，这江家万亿的积产以后我说了算。大家放心，等我正式成了江家主母，在场的各位人人有份，全都重重提拔。提前恭祝夫人和董事长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执掌光耀。哪个不长眼的敢丧老娘的姓？老东西，你居然还没死！一死你离死，你居然还敢追到我们江家的家宴上来！我没死，你很惊讶是吧？你跟老混进我们江家家宴想干什么？是不是觉得受了委屈，想来跟我老板告状敲诈？怎么，你怕了？告状？你也配？我们又没对你做什么，你凭什么告状？就是恶心难缠，自己有病差点死了，现在还敢找上门来胡搅蛮缠要医药费。夫人，这个这谁呀？在医院想抢我妈的特级病房没抢成，自己犯病差点死了，估计是欠了一屁股医药费，来这里碰瓷要钱的。老家伙，你也敢来蹭吃蹭喝？听好了，这里可是江家最高规格的家宴，我们董事长一直在极度保密的保护老夫人，连我们这些高管都没见过老夫人的真容。今天老夫人是第一次公开露面，要是惊扰了贵人，你有10条命都不够赔！马上给我走！这江家家宴什么时候多了一条穿得差就没资格参加的规定了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我是江光耀的老婆，我说有这条规定就有这条规定。怎么，你一个死服气吗？听见没有，老东西，江家夫人亲自发话了，还不赶紧走？你是光耀集团的员工，老娘就是今天这场家宴的总负责人，谄媚无德，狗眼看人低，你这种根本不配留在光耀集团。从现在起，
光耀集团不再有你这号人，给我走！开除我？你在搞笑吧？你以为这江家最高规格的家宴是专门给你这个老家伙开的吗？是，我没听错吧？臭农村的，你不光是身体有病，我看你脑子也病得不轻啊！你个老家伙敢碰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老疯子的双腿打断，像垃圾一样扔出去！还不快动手！今天谁敢得罪江家夫人，老娘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我看谁敢动老夫人一根头发！您不是光耀医院的王院长吗？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什么瞎了眼的老家伙，也敢对老夫人出言不逊！没听到老夫人的话吗？从现在起被光耀集团正式开除。来人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，像垃圾一样扔出去！夫人，救命啊！我可是您的人啊！姓王的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住手！区区一个破医院院长，有什么资格在我这个江家未来主母面前抬人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该被开除的是你！你敢打我？我可是董事长夫人亲自罩着的人，你今天死定了！董事长夫人，陈然然，你和江光友领证结婚了吗？我虽然还没正式过门，但这已经是整个南城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就是，只要我婆婆今天点了头，我姐立刻就是万亿豪门的主母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还没嫁。既然还没嫁，那就是和江家没有半点关系了。你个老东西，闭嘴！既没领证，又没在集团务职，说白了，你就是个毫无瓜葛的外人。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在这对光耀集团旗下的院长指手画脚？你说我是外人？小王，把这些乱吠的外人全都给我轰出去，别让他们脏了我江家的地方。你们是自己滚，还是让我手下的保镖把你们像死狗一样扔出去？让我滚！好，你们这群底层的垃圾，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给光耀的秘书打电话。这个季度的净利润，董事长，不好了！陈小姐那边打来急电，说有人在江人家宴上疯狂闹事，还动手打人。什么？竟敢有人在我专程为我妈举办的家宴上闹事！我看他是活腻了！你现在立刻给我带人去家宴现场！你给我记清楚，今天的家宴只有一个人最重要，那就是我妈。不管是谁敢惹她老人家不高兴，直接给我当场处理掉！是，董事长。让我滚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老公已经全都知道了。光耀集团的秦秘书马上就带人过来帮我撑腰。等秦秘书一到，我要你们下半辈子都后悔和我作对。好啊，小秦是吧？我认识他，我倒真想看看，等他来了到底会怎么说。老畜生，你竟敢直呼秦秘书的名字！你知不知道，不给秦秘书面子，就是打我们董事长的脸！老东西，你还真是死到临头不自知。你这是要把我老公往死里得罪？就算江光耀亲自来了又如何？他是我儿子，站在这儿他就得乖乖低头叫我一声妈。你觉得得罪光耀的到底是我，还是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蠢货？死到临头还敢占我老公的便宜，你这个老贱人，找死！小六，给我打死他！老畜生，我看你是活到头了，今天我就弄死你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可是江光耀还没过门的老婆，你们这群下等人敢对我动手，你们找死！你们还不快住手！董事长的秦秘书马上就到了，要是让他看见你们敢对夫人动手，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！赶紧把我们放开！你们知不知道，得罪了我姐，就等于在大夏彻底断了生路！老东西，等我女婿的秘书来了，我非得亲手扒了你的皮不可！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既然你妈没教过你怎么做人，那今天我来教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一巴掌是教训你嚣张跋扈、得势就狂。你敢打？这一巴掌是教训你强抢床位、倒打一耙。这一巴掌是教训你道貌岸然、假装仁孝、欺骗江光耀的感情。我要弄死你，老贱人！我一定要弄死你！光耀集团秦秘书到。
秘书来了，你们完了！老东西，我要你们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还不快把陈小姐给我放开！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秦秘书可是专门来替我撑腰的。今天你们这群不长眼的狗东西，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去！是吗？天塌了！董事长连命都可以不要，唯独不能受委屈的老夫人，居然被陈然然这个蠢猪给得罪死了。我今天要是处理不好，连我都得跟着陪葬。秦秘书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这里还不够清楚吗？这个混账老东西竟敢在江家的家宴上殴打我！快让人把他的手给我剁下来！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不过是在替天行道，管教一个强抢特级床位，欺辱无辜老人，险些害死冠心病人的畜生！强抢床位，还差点害死老夫人。这要是让董事长知道，扒皮搜金都是轻的。他不仅作恶多端，现在就因为我穿的朴素，还要把我从江家家宴上赶出去。秦秘书，你说这种没家调的贱人，到底该怎么处理？不！不仅要赶出去，而且要打断你的双腿，让你这个老贱人这辈子都别想再跑到我们江家来闹事！你快点给我一声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住手！陈小姐，难道真像老夫人所说，你仅仅是因为她衣着不显眼，就不允许她参加江家的家宴？陈小姐，董事长可从来没有定下过这种规矩，更没有说过衣着朴素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家宴。姓秦的，你不过就是我老公身边的一条狗！江家的家宴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？老娘是江光耀名正言顺的老婆，是未来的江家主母。我说有这条规矩，就有这条规矩。你除了乖乖照办，没有任何资格废话。陈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动手！没听到我的话吗？我让你住手！然然，这秦秘书不是你女婿的人吗？他怎么敢拦着我们收拾这个老东西？妈，我知道了，秦秘书肯定是知道刚才冲撞了我，怕光耀知道了责罚他，所以想要讨好我这个江家未来儿媳。他这是想亲自出手，替我收拾这个死老太婆，好像我将功折罪呢。秦秘书，既然你想帮我收拾这个死老太婆，那就别愣着了，动手吧。贱人，你竟敢打我！打你又如何？这位老夫人一看就是忠厚善良的长辈，连她老人家都对你意见这么大，说明你根本就是个无恶不作的毒妇。姓秦的，你居然敢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一个死老太婆欺负我！胳膊肘往外拐，陈然然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在这里你才是那个外人。今天谁敢对老夫人有半点不敬，就是和我和整个光耀集团作对。老夫人，是我来迟了，让这几个不知死活的贱人在您面前出言不逊，我现在就把他们赶走。你就是我儿子常提的秘书小秦吧？你是个很不错的姑娘。你们是自己滚，还是让我派人把你们像死狗一样扔出去？让我们滚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江光耀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等今天这场家宴一结束，我就会正式嫁进江家。那又如何？敢赶我走？等我老公一来，我要你们所有人吃不了兜着走！蠢货，
董事长要是知道你把老夫人给得罪死了，别说嫁进江家，扒了你的皮都是青的。惹是生非的蠢东西，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！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跟那个死老太婆就是一伙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小琴和我就是一起的。我看这妮子大方得体，比你这种没教养的毒妇更适合做我江家的媳妇儿。老东西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这种垃圾，根本不配踏进我江家半步，给我滚出去！好，你们这群狗东西，给我等着！等我老公来了，我一定让他把你们全部死无葬身之地！我们走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可是光耀集团的正式员工，你们没权利动我们！员工，从现在起，你们不是了。小琴，立刻把他们从光耀集团彻底除名。你们有什么资格开除我们？我们不光是光耀集团的员工，更是董事长夫人亲自看好的人。等她正式嫁入江家，我们全都要跟着飞黄腾达。你敢开除我们，到时候我一定让你们倒大霉！得罪了董事长的亲生母亲，你还做梦受提拔？丽人，你封墨心改的硬屁偏了。就凭她竟然真的是董事长的母亲！老夫人饶命啊！是我瞎了狗眼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求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集团里的蛀虫太多了，趋炎附势，欺软怕恶，仗着有点后埋就横行霸道，这类人就得清出去。小琴，我不想再看见他们，把他们全部打断双腿，像死狗一样扔出去！传我的最高指令，以后光耀集旗下所有公司对他们永不录用！老夫人饶命啊！老公，你终于来了。然然，聘书我带过来了，海湾别墅，888万现金彩礼，还有你最想要的法拉利跑车。这是我对你的承诺，等家宴结束，我们领了证，全都是你的。老公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只要你一会儿见了我妈，好好孝顺她老人家，她一定会喜欢你这个儿媳妇的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把婆婆哄得开开心心的。然然，你这脸是怎么弄的？谁敢上你？老公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医院有个不知死活的死老太婆抢了我妈的病房，今天她竟然还追到咱们的家宴上，把我们给轰出来了！你说什么？敢去我妈的家宴上闹事？女婿啊，你是不知道那个死老太婆有多阴险，她不知道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，竟然把你们光耀集团的王副总给彻底洗脑了。王副总就像中了邪一样护着他，还为了他动手打了然然。就是，姐夫，你看看我的脸，连我也挨了他们的一顿毒打。那个老太婆还大言不惭，说在南城她说了算。竟然有这种事，我还真不知道集团里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副总，竟然敢背着我给一个在我妈家宴上闹事的暴徒撑腰。老公，如果他只是欺负我，为了婆婆的家宴我也就忍了，可是他竟敢在婆婆的场子上大肆婆婆，我实在气不过想赶他们走，谁知道他们竟然下死手打我！欺人太甚！这场家宴是我专门为了让妈开心才办的，谁敢搅乱家宴惹我妈不高兴，我就要谁从南城彻底消失。然然，你放心，这些人在我家宴上闹事，分明就是没把我江光元武放在眼里。他们今天怎么打的你，我一定让他们千百倍的还回来。这张桌子，还有桌上那些被陈然安和他狐朋狗友碰过的餐具，全都沾着一股让人作呕的穷酸恶毒味儿，立刻给我全部扔出去！是，老夫人。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们家的东西！像臭虫一样被赶走，现在居然还敢跑回来恶心人。小琴，我说过，不想再看见这群垃圾。来人，
给我把他们的腿全部打断，像垃圾一样扔到大街上去！都给我住手！我老公已经到了，我看你们这群底层的垃圾，谁还敢在我婆婆的家业上撒野？董事长，老公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给那个死老太婆要合伙欺负我们。你最好立刻给我解释清楚，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现在知道怕了？没话说了，一会儿老娘再好好收拾你。老公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老太婆，不但在医院要抢我妈的床位，现在竟然还想搞乱我婆婆的家业。陈冉冉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嘴里一口一个的老太婆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管她是什么人，这里是我们江家的家业，我老公江光尧就在这儿。今天你们所有人全都死定了。小秦，冉冉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根本没有误会。老公，这个姓秦的也是帮着那个死老太婆欺我们的帮凶。欺负你们？陈冉冉，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会倒打一耙呀！死老太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见了我老公江光尧还敢不敢这么嚣张！丽芬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……光耀，好久不见。你说那个在医院抢你特级病房，还对你动手的人，就是他！没错，老公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不知死活的农村刁民。明知道那间病房是我给我妈预定的，他还非要胡搅蛮缠。就是，姐夫，你不知道他当时有多横，我们不同意把病房让给他，他竟然还想叫人打我们呢！这个老妖婆抢病房没成功，现在居然还敢跑到亲家母的家宴上来闹事儿，我看他就是活腻歪了。老劲儿，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现在站在这里的是我老公，是光耀集团的万亿总裁，是南城只手遮天的首富。你他妈还不赶紧给我老公跪下，磕头认错！陈冉冉，你们一家人就这么自信？江光耀会相信你们这满嘴跑火车？江光耀是我老公，他不相信我这个未来江家主母的话，难道还要相信你这个死穷鬼的鬼话吗？好一个是你老公！就因为江光耀是你老公，你就可以横行霸道、作恶多端，就可以抢了我的床位，还敢当着他的面倒打一耙！你说什么？被抢了床位的人是他？当然不是，老公，你怎么会相信这个臭农村人的话？没想过你老子这些农村人最难缠，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太不要脸！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我妈也是农村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的，老公，我是说他太坏，简直是败坏农村人的风评，是他抢了我给我妈预定好的床位，还动手打我。老公，你不会宁愿信外人，也不信你老婆吧？哼，陈冉冉，你们一家人真是有够不要脸的，当着我的面都敢倒打一耙。你说他抢床位还打人，有证据吗？嗨，这还要什么证据呀？光耀，我女儿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她从来不骗你的。就是啊，姐夫，咱们一家人都在这儿，你总不能信一个外人吧？我要证据！我想女人结婚不去证明场，我要证据！就不是我！
他们没有证据，我有。你说是他抢床位还打人，我要证据！老公，病房里的设备和呼叫器当时全都坏了，王院长的手机也被我的保镖不小心摔碎了，哪来的监控证据？他们这群穷鬼就是拿不出证据，才在这里血口喷人。你以为砸了手机、毁了明面上的机器，就能掩盖你杀人的罪证？小王，让这群蠢货看看什么叫天网恢恢！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！光耀医院特级病房天花板藏着安仿探头，只连通董事长和我个人加密云端。这几天我不吃不睡，让黑客团队日夜破解。10分钟前，终于把你们作恶的铁证恢复了。不准不，那是假的，绝对是假的！给我把音量开到最大，我要看！听到了吗，老东西？江光耀根本不会知道这些，他只会觉得我是个孝敬父母的好女孩，想要做梦。陈然然，现在你还有什么遗言好说？原来抢病房的不是别人，真的是你！陈静，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！你居然敢骗我说你预约了！光耀，就算我弟忘了预约又怎么样？我堂堂首富夫人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穷鬼的命贵吗？我抢了就抢了，我是为了救我妈。哼，你终于肯说实话。女婿，然然她是急躁了点儿，可她这也是因为孝顺才这么做的呀。你不是最喜欢孝顺的女孩了吗？老公，难道你真的要因为字幕这么小一件事就怪罪我吗？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！难道就因为你是江光耀的未婚妻，就可以把我这个农村老太婆订好的病房抢过去，给那些达官显贵用吗？当然了，你这个死老太婆的贱命，怎么能和我婆婆比？光耀，我抢特级病房是有错，可我毕竟救了婆婆的命啊！那我还要替我妈好好感谢你们了。原来抢病房的真的是你们，那我还要替我妈好好感谢你们了。光耀，我也是个孝顺的人，婆婆要住病房，我当然要安排最好的了。我用抢来的病房救了我病危的婆婆一命，就算是作恶，我也甘心。荒唐！要不是你们这群畜生在病房里暴打老夫人，她根本就不会心脏病发作病危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妈病危，竟然是你们干的！怎么可能？老公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他们分明是在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连我婆婆的面都没见过。还在撒谎！小王，把剩下的监控也让光耀好好看看。我自己看。还想要做梦？江光耀那个蠢蛋，只会觉得我是个孝顺的好女孩。光耀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个假装孝顺善良的女人，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畜生！老公，肯定是这个死老太婆把我婆婆害到病危的，她现在分明是在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你说我往你身上泼脏水？小王，把剩下的监控也让光耀好好看看。
我自己看。然然，别跟这种恶人纠缠了，你快准备好，见了我妈，咱就去领证。听到了吗？江光耀根本不会知道这些，他只会觉得我是个孝敬父母的好女孩。要给我要，还想要，做梦！光耀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个假装孝顺善良的女人，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畜生！那还不是你活该！谁让你这不肯把床位让给我们？活该！老太太明明要把病房让给你们了，可你们这群畜生竟然下死手！陈冉冉，不给你让位，就活该挨打！你懂什么？你这种就该把床位让出来，给我婆婆这样的。你这样抢来的床位，我不敢用；你这样的媳妇儿，我更不敢接进门。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你真以为是我婆婆？你这种连我们江家的看见了吧，儿子，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一个畜生！你竟敢自称我老公的！妈！妈，你竟然真的是我婆婆！妈，儿子错了，儿子不该瞎了眼想娶这个人面兽心的女人，让您受了这么大的罪。儿子啊，你没错，是这些骗子太恶毒。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。你们这群畜生，竟敢伤害我妈！老公，我错了，不是的，老公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不是？那你告诉我，监控里那个嚣张跋扈的到底是谁？对不起，光明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把他们一家人都给我拽起来！我要让他们知道欺辱我妈是什么下场。婆婆，您饶了我吧！您是个大善人，您当初都愿意把特级病房让给我们，现在也肯定愿意原谅我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亲家母，咱们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们吧。我当初愿意让出病房，是因为光耀要娶你，我不想把他结婚的喜事闹出难堪。但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，因为你嚣张跋扈、草菅人命，因为你还没进江家大门，就敢在光耀集团拉帮结派。婆婆不要！你贪婪到了极点，毫无底线。我如果今天饶恕你，那不是善良，那是愚蠢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都听见我妈的话了吧？来人！给我把他们抓紧了！求求你不要！光耀，你饶了我吧！我真的不知道她就是婆婆啊！不知道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伤害我妈，不知道你就可以欺负她。光耀，我真的错了。一句错了就完了？那可是我妈，是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把我培养成才，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，而你们差点害死了她。都给我滚过去，跪下！向我妈磕头赔罪。谁今天敢不跪，我就让他这辈子都站不起来。婆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
知悔改，农村妇女就活该受你这种畜生的欺负吗？我们江家绝对容不下你这种眼睛长在头顶的毒妇！婆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是真心爱光耀的，我还想嫁进江家伺候您啊！好啊，你想嫁给光耀，可以。你现在就可以拿着我家的户口本儿，去跟我儿子领证。真的吗？谢谢婆婆，谢谢婆婆原谅我。户口本就在里面，拿去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拿一堆破纸片干什么？想碰瓷啊？赶紧把光耀的户口给我拿出来，别当我和他领证！哼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地上的这些碎纸毡到底是什么？这不是那天在医院那个叫赵大山的穷鬼的户口本吗？怎么会有江光耀的名字？光耀随我姓江，他早逝的父亲才姓赵。你亲手撕毁的就是光耀的户口本，也是你嫁入江家唯一的凭证。我后悔，能让我这个江光耀夫人后悔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是我，竟然是我自己亲手撕了江家的户口本，没户口本我还怎么嫁给光耀？哎呀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！姐，是你自己亲手毁了嫁进江家的机会啊！我当初求着你别撕，因为那上面有光耀去世的父亲这辈子再也补办不回来的那一页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，是你亲手撕毁了你最后的贪念。你竟敢亲手撕了我爸留下的唯一念想！你竟敢撕了我爸唯一留给我妈的念想！光耀，我错了，那天我是太生气了才撕的。我虽然知道那是你爸的户口本，但我真不知道那东西对你那么重要啊！我以为破了再随便补办一个就行了。光耀，你原谅我吧。补办？死人怎么去补办？你明明知道我妈把他看得比命还重，你还是撕了！你这种自私恶毒的女人，这种自私人根本不配提我爸的名字！给我把他们全部的腿打断！我要让他们这辈子都只能爬着滚出南城！光耀，老公，我错了！住手！婆婆，您终于肯饶了我了。饶你？我只是觉得今天是我江家的家宴，你们这群畜生的血不配脏了我江家的地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在南城再看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。我不走！我是江光耀的未婚妻，我死也要嫁江家！现在想装深情求援鹤，晚了。江光耀，这是你亲手写的聘书，你答应给我888万彩礼和海湾别墅，我跟你在一起3年，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，你堂堂万亿总裁，难道想言而无信吗？你差点害死我妈，还敢跟我提聘！我今天不但要言而无信，还要你把吃进去的每一分钱，全都给我吐出来！呸！想白要回去，门儿都没有！
哎呀，彭晓，女孩子的3年青春多金贵，你这叫始乱终弃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堂堂光耀集团的总裁睡了我姐3年，现在不想认账，竟然想白嫖！陈冉冉，这3年你身上背的名包、住的豪宅、开的豪车，花的哪一分不是我的钱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拿着我们董事长的钱装名媛，你连给我们老夫人提鞋都不配！赶紧把吃进去的钱全给我吐出来！够了！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儿子和你的婚事彻底作废！你如果再敢胡搅蛮缠，我保证让你牢底坐穿！送我进去，好啊！那你们江家的长子嫡孙就只能出生在监狱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怀了你江光耀的孩子，你今天就算不想娶，也得8抬大轿把我迎进门。江光耀搞大了我女儿的肚子，还想不认账？你们有钱人就可以这么不要脸吗？今天你要是不娶我姐，明天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万亿总裁是个抛妻弃子的人渣！你真的怀了光耀的骨肉？当然是真的。婆婆，看在你大孙子的份上，你现在是不是该把刚才的话乖乖收回去了？你想用孙子威胁我？婆婆，这是哪儿的话？我还要靠着肚子里的江家骨血母凭子贵呢。这贱女人罪不可恕，可孩子中，听见没？想要我生下这个孩子，就必须给我江家1半的财产。姐，干得漂亮，就该要1半。好，1半的财产我可以给你，但这1半的财产只给你一个人。至于这2个人，他们打伤了我妈，就是我江家的死仇，想拿钱就让他们立刻滚出江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冉冉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陈冉冉，你不仁别怪我不义。江董事长，他肚子里根本不是你的。小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撕了你的嘴！光耀，你别听他乱说，这就是你的孩子。不用他乱说，我们光耀集团的调查科可不是吃素的。这是你去私立医院的孕检报告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已经怀孕2个半月，而我们董事长去海外出差，上个月才刚刚回国。还有，这是你那个混混前男友的聊天记录，你们早就盘算好，等嫁进江家结了婚，就制造意外弄死董事长，谋夺江家万亿家产。够了！这场猴戏也该结束了。江家收回给陈冉冉的一切聘礼，我要让他们一无所有。想让我退聘礼，你们休想！钱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，有种你们去告我！我是法律的，你们根本要不回全部的钱，能拿我怎么样？聘礼？你以为我江光明会在乎那点施舍给狗的钱？小秦，按大夏法律，虐待并企图谋杀我母亲，该判什么罪？故意杀人未遂。光耀集团的顶级法务团队，保证能让这个贱人牢底坐穿。好，给我把他们一家全部移交司法机关，让大夏的法律教教他们怎么做人。光耀，我错了，我不要错了。婆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把钱都退给你们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别让我坐牢啊！带走，你下半辈子就在里面好好反省吧。
个人自有天收。光耀，小琴这1个月把你照顾的这么好，赶紧把证领了，妈还等着抱孙子呢。老夫人，我会努力的。还叫老夫人，该改口了。